枷锁第6章游戏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20-30米的长廊不知道被我走了多少遍。一开始我还在津津有味地看着墙上的浮雕，基本上说的全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些故事，可是我渐渐的有些不耐烦。我走到大鱼进去的那扇门前，敲了几下，没有回应，只好又踱步回到了长廊的另一头。10分钟过去，我再次来到门前，将耳朵贴到门上，试图听一听里面的动静，可还是一无所获。不得不说，我已经开始担心了。虽然一直在努力地忍耐着，但还是变得烦躁了起来。5分钟，我心里想着，再给他5分钟，否则我只能报警。我又看了一眼手表，退到大门口不远的地方，掏出了手机，却意外地发现这里完全没有信号。我不禁头皮一阵发麻，赶紧走出去，回到了电梯口。这才发现这一层属于全封闭式的装修，只有当我来到门外的窗户旁时，手机的信号才渐渐恢复。我望了望窗户和吊顶，才发现这里已被刻意换成了隔音的材料，甚至连扣板也涂上了一层吸收反射波的特殊涂层。心头不免一惊，一种怪异的感觉油然升起。我立时回到了大鱼进去的那个地方。这一次我直接挥舞着拳头在门上不停地拍着，可是这扇门也做了吸收震动的处理，即使我使出再大的力气，也只能听到类似拍打大理石砖时发出的啪啪声。因为我根本不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大鱼会不会遇到不测，他毕竟还未成年，一旦出了什么状况，我该如何解释？想到这里，我迅速地掏出手机。正当我向大门口奔出的时候，那扇门呼的一声闷响在我身后打开。我一转头便立时见到了面色煞白的窦成宇。就在我还诧异之时，他已缓缓地走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那扇门也再次关闭。你还好吗？我连忙过去扶住他的肩膀问。没事，就是有点……只见大鱼努力地吸了一口气，忍了一下，接着道：有点头晕，想吐。好在电梯的旁边就有一个卫生间，刚一到换洗池，就听得他哇的一声吐了出来。再三考虑之后，我还是决定先带他去医院做个检查。路上我给齐浩洋也发了条信息，没想到前后脚的功夫，我们几乎同时赶到了医院。中午吃什么了？齐浩洋问道。汉堡，大鱼道。但在我把下午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后，齐浩洋叹了一声道：给他挂个神经内科吧。一直折腾到下午快4点，该做的检查都做了一通后，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。可是面对大鱼的头晕乏力，医生除了开几瓶营养剂之外，也只能安慰他不要过度紧张，回家早点休息。整个下午，齐浩洋都不怎么说话，脸色很难看，总是侧着头，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事情。我猜他可能是在怪我不该带大鱼出去，可一直把大鱼送回家后，他都没有开口。他不说话，我也不想解释什么，各自开车回到了家中。
我坐在电脑前犹豫着要不要给窦母打个电话。如果不是大鱼在上楼前特地叮嘱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他妈，或许之后也不会闹到那步田地。当时思前想后考虑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放下了电话。不过后来的事实也再次向我证明，我们根本无法像小孩子那样简单的思考问题。打开电脑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邮箱中找到昨晚大鱼发来的链接。我一边下载游戏，一边浏览着今天的新闻，其中一则被炒上了热搜。大致讲的是一名员工要起诉公司极不人道的制度，工作时间不允许携带手机，就连下班后也禁止使用一切网络设备，而且工作的室内还不允许开暖风。对此，各路网友也是竞相发表自己的观点。大部分人认为公司这样做的确不合适，但很快被有人指出了问题。公司的这些制度虽不合理，但并非不合法。你这样做的结局，无非就是得到一笔赔偿，解约之后就再也回不到这家公司工作了。但你舍得吗？像魔杖这样的游戏公司，本来就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去处，只要不是特别无理的要求，建议还是忍一忍吧。毕竟谁想跟一年240万的薪水过不去呢？魔杖。当我看到这条评论的时候，不禁后背一凉，这不就是下午我带大鱼去面试的公司吗？就在这时，下载提示任务已完成，我毫不犹豫地点下了安装键。这是一款沉浸式的游戏，刚出没多久就已经火遍了全球，就连我这个10几年不玩游戏的中年人，也常听人说起这款游戏如何火爆云云。游戏以神话中的魔杖为主要线索，帮助赫尔墨斯找到散落在人间的碎片。当材料收集完成后，魔杖将重回赫尔墨斯之手。作为回报，人类将获得某种能力，以实现每个人的愿望。如果不是下午和大鱼去了一趟游戏公司，我真会怀疑那只是一个噱头而已。招聘游戏测试人员，月薪20万。游戏里有一个魔杖造型的 NPC 飘在半空中，每隔几秒钟就会弹出这么一句话。由于我没有像 VR 眼镜这样的外部设备，所以只能通过键盘和屏幕来操作。点击它就会出现一段动画，随即进入测试。我以为会出现一些很难的题目，像是破案解谜之类的关卡，但事实上并非如此。屏幕中闪过几个场景，我分不清是真实拍摄还是模拟出来的效果。每当画面定格时，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和多个答案，但只允许选择其中一个。每答完一道题，故事就会按照你做出的选择继续发展，直到测试结束，或者你选择中途停止。我大致观察了一下，便发现其实这些题目并没有准确的答案，它的后台应该是在测试者给出答案后进行数据分析，然后选择他们认为合格的玩家发出邀请函。这很像一些测试性格的游戏，不过测试中的画面十分真实，即使隔着屏幕也会有很强的代入感，而且每个选项的背后都有着极微妙的深意。至于最终会选谁，我想这个问题只能问出题的人了。